普里格任警告称，瓦格纳要退出战场，他为何要与普京拉开距离？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在乌克兰国防部长宣布乌军已经基本准备好大反攻，只是在等待时机的情况下，作为俄军在乌东作战的主力，正在巴赫穆特鏖战的瓦格纳集团老板普里格任最近的表态非常悲观。在最新的视频访谈中，普里格任大概表达了这么3个重点：第一，在巴赫穆特磨碎乌军的计划是由瓦格纳的领导层和苏罗维金一起设计的，使乌军在2022年底之前失去了攻击潜力。这也直接证明，当前俄罗斯军队并没有非要攻陷巴赫穆特的诉求，因为占领巴赫穆特对战争进程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这场被称为绞肉机的战役是否成功，关键就是要看是否消耗掉了乌克兰军队的预备队。目前来看，并没有完全达成目标。第二，在巴赫穆特的瓦格纳每天只有800枚炮弹，证明俄军的火炮优势并不明显。按普里格任的说法，要想实现绞肉机的目标，瓦格纳每天至少需要8000枚炮弹。他向国防部要求每天提供4000枚炮弹，但是国防部只给他们800枚。对此，普里格任表示，如果炮弹供应问题再得不到解决，瓦格纳将被迫从巴赫穆特撤退，然后整个战线就会崩溃。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军队的炮弹供应严重不足，当然也存在俄军在节省炮弹防备乌军反攻的情况。第三，普里格任判断乌克兰将在5月15日之前发动一次反击，这次反击有可能深入俄罗斯。第四，普里格任否认自己与普京有着特殊关系。他声称，我要告诉大家，网络上流传的关于我与总统的关系是非常夸张的。关于我们相识的传言只是谣言。普里格任在前不久刚刚发文，隔空喊话普京，要求宣布行动结束。现在呢，又刻意拉开与普京的距离，只能说他是在有意渲染不满情绪。他一再强调，雇佣兵现在正处于严重缺少弹药的状态。由于俄军高层的支持力度不够，瓦格纳雇佣兵的伤亡暴增了5倍。与此同时，被称为俄罗斯当代战神的斯特列科夫也表示，在乌克兰雨季结束，道路变干，适合乌克兰装甲部队发动攻势的时候，乌克兰的攻势是不可避免的。俄军将不惜任何代价前进，压制乌军和终止乌军的攻势。斯特列科夫也表示，瓦格纳基本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了快退场的时候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如何看待普里格任和斯特列科夫的讲话呢？首先，巴赫穆特之战已经变得不再重要。我们之前就说过，俄罗斯军队就算攻占巴赫穆特，也没有能力将战线往前推进。就算推进到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双子城，也没有能力继续攻击堡垒城市，其意义并不大。第二，它证明乌军的反攻很快就会到来。俄罗斯军队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防守。由于乌军的攻击方向可能是扎波罗热，也可能是赫尔松，前者俄罗斯军队的防守更加严密，后者乌克兰军队面临的后勤补给压力要大得多。好处是可以得到赫尔松市方向的防空保护和火炮支援。乌军最近已经抢占赫尔松南部的桥头堡阵地，乌军不仅已在该地作战了数周，还建立了稳定的补给线，同时还在进行火力侦察行动。接下来，乌军将继续推进并扩大控制区，似乎呢又在证明这个方向反攻的可能性更大。第三，俄罗斯军队内部存在着不满情绪。普里格任继续大骂俄罗斯国防部，与普京拉开距离，就是在为其退场打基础。总体而言，乌克兰战场又到了面临大变局的时候了，这是俄乌双方蓄力几个月之后的必然结果。巴赫穆特到底是磨碎了乌军，还是磨碎了俄军，也要等这场反攻结束之后才能证明。